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今天跟大家一起要品读的禅师的这篇原文的段落。还是建议所有人自己把每一篇文章都自己看一下。虽然说读起来有的时候比较晦涩，可以看一看其他在网上已经有过的一些解禅论原文的视频，可能会对你自己去通读一遍，会有一些帮助。在这里的话，我们只是选取一些段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品读。教你炒股票81，图利更正及分形走势类型的哲学本质。2007年9月17号。如果说你的交易时间够长，或者说你炒股票也好，投机的时间够长的话，你会发现，炒股这个事儿啊，它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或者说禅师说它是一个几何，或者说，你会发现它更多的是一个心理游戏，或者说是一个哲学游戏，对吧？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书，比如说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听上去非常高大上吧？为什么会把投资跟这个哲学联系到一块儿？其实，时间长了下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它真的是需要你个人的一个不论是心理，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素质上的一个提高，对吧？这个其实是我们长期需要去在市场中锻炼的，不单单是那么的一点点的什么技术分析啦，对不对？更多的是我们自身。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研究分形、走势类型等东西？其哲学基础是什么？这就是人的贪嗔痴疑慢。因为人的贪嗔痴疑慢都是一样的，只是跟随时间、环境大小不一，所以就显现出自相似性。而走势是所有人贪嗔痴疑慢的合力结果，反映在走势中，就使得走势显示出自相似性。为什么说技术分析有效呢？对吧？你用现在的技术分析方法，你分析1921年的美国股市一样适合，一样适用，因为所有的这些 K 线图的背后都是人。1921年的美国人，或者说1921年的世界人，跟现在2025年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DNA 上没有区别。那么，更多的相似的是，就是说这个人背后的贪嗔痴疑慢。1921年的人他也有贪嗔疑慢，2025年的人他也有贪嗔疑慢，就造成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技术分析去分析过去的图形，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做量化的公司需要做这个叫 back test，对吧？你要把你的模型跑一遍，比如说最近100年的这个历史数据，来看一下你这个最终的测试结果，就是因为100年前的人跟我们现在的人一模一样，在贪嗔痴疑慢上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就造成了就是走势显示出了自相似性。分形走势类型的本质就是自相似性。同样，走势必完美的本质也是自相似性。分形在1分钟级别是这样的结构，在年线上也是这样的结构，在不同的级别上，级别不同，但结构是一样的，这就是自相似性。同样，走势类型也一样。正因为走势具有自相似性，所以走势才是可以理解的，才是可把握的。如果没有自相似性，那么走势必然不可理解，无法把握。要把握走势，本质上就是把握自相似性。本案例的理论的哲学本质就在于人的贪嗔痴疑慢所引发的自相似性，以及由此引发走势级别的自主性，这种类生命的现象。走势是有生命的。本 ID 说，看行情的走势，就如同听一朵花的开放，见一朵花的芬芳，嗅一朵花的美丽，一切都在当下中灿烂。这绝对不是孔南式的矫情比喻，而是科学般的严谨说明。
因为走势确实有着如花一般的生命特征，走势确实在自相似性、自主性中发芽、生长、绽放、凋败。说的，像禅师在写一首那个散文诗一样，对吧？那么走势它这个生长，我也在我的分析中也提过，走势是有生命的，它是有这个生命痕迹的，你不能把它看成一个死的东西来看。但是呢，在我们做复盘的时候，为什么复盘很重要呢？因为你在复盘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它的数据是一个死的，或者说这个数据不是当下的，而是已经发生过的数据。那么你只有对已经发生过的数据做复盘，通过你的复盘发现，在什么位置你应该买，或者说在当下那个位置你能不能够进得去，这是我们做复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如果说你对死的已发生的 K 线图、走势图都不能分析好的话，那么对一个活的有生命的 K 线，那你就更分析不了了，对吧？所以说，一定不能够呃，就是说你对当下走势一定要知道，这个走势是活的，它是有生命的，它在没有，比如说我们一直说，在一个新的一笔没有生成的时候，你就不能说过去的一笔或者说老笔就没有结束，因为它是有生命的，新的生命没有出现之前，那么之前的那一段它就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这个行情会处在一个中阴状态下，它可上可下，可生可死，它没有定型。那么在你分析没有定型的一段走势的时候，你只能做假设，对吧？你只能说假设这个位置我设为起涨点，只要这个位置不被打掉，只要这个位置是你的防守位，那么它只要不被打掉，它就有希望、有可能生长出新的一段来。那么你不能说我这个位置我只看涨不看跌呀。所以说，对于一个有生命的一个图形，你要知道，那它是可以当下就死亡，也可以当下继续生长。就我们做交易的时候，不能够非常的一根筋。那么一根筋的话，你就只想涨不想跌，那么你的交易就是一个不够立体的。因此，本 ID 的理论是一种可发展的理论，可以提供给无数人去不断研究。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走势的自相似性、自主性。这里可以结合现代科学的各门学科，有着广阔的前景以及可开发性。所以，本 ID 理论不是一些死的教条，而是一门生命学科。只是目前本 ID 只和各位讲述一些最简单的自相似性，分型走势类型。本 ID 的理论中有一条最重要的理论，就是有多少不同构的自相似性结构，就有多少种分析股市的正确道路。任何脱离自相似性的分析方法，本质上都是错误的。有了自相似性结构，那么任何一个级别里的走势发展都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例如在30分钟的中枢震荡，在5分钟的上涨走势，那么两个级别之间并不会相互打架，而是构成一个类似联立方程的东西。如果说单一方程的解很多，那么联立起来解就大幅减少了。也就是说，级别的存在使得对走势的判断可以联立了，也就是可以综合起来系统的看了。这样走势的可能走势的边界条件就变得异常简单了。所以看走势不能光看一个级别，必须立体的看，否则就是浪费了自相似性的结构给你的有利条件。其实这个我们在平时的盘中解盘的时候，或者说在周末复盘的时候经常用，对吧？我们用多个周期，你可以用日线60分钟、15分钟，或日线30分钟、5分钟，最少用3个周期吧。你的一个是你的交易周期，还有它的上一个周期是用来看一看大方向。然后呢，在你的交易周期的下一个周期，或者它的次级别，甚至有的时候是次级别，需要用来打短差、做差价。你这样的话，你的立体的交易系统就构成了。单一的一个交易系统呢，你也可以用单一的一个交易系统，
但是呢，你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死板，或者说比较僵硬。那么这个好处就是说，用单一的交易系统的好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我们之前也提过，你建一个股票池，对吧？你只做某一个条件的三买，你只做30分钟的三买，你只做60分钟的三买，其他周期你不看，这也是可以的。那么这种就是对有时间非常多、能够盯盘的人，然后又能够，比如说你用一些软件也好，或者自己做一些这个系统，你把这些选出来，对吧？这些都有可能要出现30分钟或60分钟三买了，你把它放到一块儿，你这样的话，你只做这样，那么你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针对不同的人，你要选取一个跟自己最契合的、最合适的、最恰当的一套系统。所以缠论厉害就厉害在这里，每个人用它的时候都不一样，对吧？有的人只用它某一个点顶底分型交易，某一个人可以把它的立体交易用到起来，然后自己去做这个量化交易。很多人用的方法都不一样，那就看你什么是适合你自己的。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就今天简单的分享这一课其中的一些片段。那么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自己去通读一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其他的内容。下周，因为周一的话，我们之前说过是华盛顿的生日，是公共假期，是休市的。那么周三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美联储的他们这个会议纪要，但是这个是上一个月的。因为现在，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已经出来了嘛，那么美联储更多的还是在观望，他们还是在等待这些政策实施之后对这个整体的经济的一个影响。但是他们加息的话，现在确实是不着急加息，毕竟通胀又回到3%了。那么现在有一些市场的分析人士说，有可能还要就说降息是不着急了，很多分析人士说可能还要加息，对吧？这个是特朗普非常厌恶的，他一直发推文呢，或者说一直在公开的一些场合都说要想让美联储赶紧降息降息，所以说美联储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看一下周三这个美联储的会议纪要能不能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出来。然后周四的话有一个小的就业数据，然后还有一个原油数据。然后周五的话，呃，现在下周啊，影响市场波动的东西不多。更重要的是在月底的这个周是有 PCE 数据，还有这个英伟达财报。就是说，那么在下一周的话，市场波动是比较相对的小一些，再加上周一还是假期。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分析的这些标的，先看一下标普，然后把我们平时解盘的时候这些我现在关注的这些波动比较大的，还有几个指数是有其他会员朋友们提出来想要一起每天做一下跟踪的。你也可以在我的频道里面留言，或者说如果说你想让我来分析哪一个，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比如说是一个非常小的盘子，关注度比较小的。我可能也不会去分析，必须是那种就是波动比较大的、盘子比较大的、比较活跃的。那么这种票的话，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周末，或者说是每天做复盘都可以。所以这个前提是，不能是这个小众的，起码是相对活跃的、盘子比较大的一些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普。标普的话，这个先看一下大周期月线。那么月线的话，现在的最高点还是在1月份这个最高点，1月份最高点6128，那么2月份目前的最高点在6127，就差一点点就要打掉了1月份的高点了。如果说能够打掉1月份的高点的话，那么这个顶纹型又不成立了，对吧？现在虽然说也没有顶纹型，只是1月份跟12月份这个包含关系之后，之前是有希望出现一个月的顶纹型的。如果说能够出现这么一根 K 线，也就是说，如果说能够跌破12月这个低点的话，顶纹型就会出现。现在更有希望的是，或者更可能的，可能要突破1月份的这个高点。突破之后，就看它顶纹型以后，那么如果说在2月份就能出现一个新高的话，那就要看3月份能不能出现顶纹型了，对吧？所以说，看一下2月份能不能够打掉1月份的高点。然后，这是在月线这个周期。那我们刚才说了，要多级别练力嘛，所以说要看它的次级别，用这个区间道的一个方式看一下
这段它的内部的一个结构是不是相对的饱满啦、充分啦？这就是3491。那么3491这个位置啊，现在是起涨点，这里有一个周线的大中枢，这是周线的一个离开段。然后呢，从这个价格，我们把这个价格也标出来，从6099，从6099这个位置啊，现在是出现过一笔的回落，但是呢，这里是有包含关系的，在我这里是当成一笔回落。我们看它，如果说你要用严格或者说用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包含处理的话，它这里是包含掉了，然后这个后面也是包含掉，可能是不够5根儿。有朋友在频道里面也留言说过这个问题，我之前也说过，在我这里是当成一笔用。那么这个位置呢，现在就是说这个位置就是下面这个中枢的三买，这是下面这个大中枢的三买。那么现在从5773这个上涨还不够比，就这段上涨还不够比。那么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它现在是有2种可能的：一呢，继续生长，打掉6128，那么就是新的一笔就生成了。新的一笔生成之后，从4103这个上涨就有3段了，这是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出现3段之后，我们就好比较背驰了，因为这个第一段是非常非常长的走的，那么第三段想要不背驰的话，那后面的动能要非常强，对吧？现在我们现在因为从4103以来，主要推动的还是跟 AI 啊、跟芯片相关的这个板块的一个动能，就看后期2025年能不能够延续这种。如果说不能延续的话，那就可能上去之后再下来，对吧？它也是可以走个5浪，这是一个1、2、3、4、5，走个5浪也可以，或者说是上去了，然后下来回来做中枢，这样面这个是大 A 中枢，这样的话可以在这里做大 B 中枢也可以，然后看它能不能够继续向上选，这是一个趋势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去了，这不是背驰了吗？它可以走反向，这样的话就把这个位置给打掉了，相当于一个2、3脉重合的一个卖点之后，就这个位置是2、3脉重合的，然后走反向也可以，对吧？那么就会在大周期上，也就是月线上，这里是月线的一笔上，月线的一笔上，然后这里会走月线的一笔下，这也是可以的，对吧？不是每一个走势类型都需要趋势完成。我这里多说一句，就是不是每一个走势类型都需要一个2中枢的趋势上，这不是一个趋势吗？一个中枢，2个中枢，然后带一个小三百，这是一个趋势上，不是所有的都需要这样，它一个中枢也可以结束，它可以走反向，对吧？就是我们不能够一根筋的觉得必须要2中枢才可以，一个中枢也可以的，这就是在周线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虽然说呀，现在这个本周的这个高点6127离这个历史最高点6128非常非常接近，那么你只要没有突破6128，它就有希望说是6128直接向下回撤一笔也可以啊，对吧？你如果说比如说周一下周出现一个什么突发事件啊，或者说一个什么黑天鹅呀、灰犀牛啊，那直接一个跳空低开，然后直接往下走，这样的话从这个628直接延续到这里也是可以的呀，对吧？所以说再次打掉5773的话，意味着是什么呢？那么意味着是这样，从4103的上涨，这样的话就变成了直接延伸到6128，然后6128这里延伸出来回撤一笔。那么这个回撤的一笔，如果说结束在这个位置的话，它就成为了新的三买，针对下面这个中枢。说三买是可以变化的，因为为什么说这个图形可以变化呢？因为你没有完成。说了半天，就是因为它没有结束，这段没有结束的话，它就可以出现任意的一个组合，就是缠论多异性。好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就是针对这一堆 K 线，它的次级别，它会出现一些什么的一些组合也好，变动也好，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平时在盘中解盘的时候说的比较多的。那么也是一样，它可以上可以下，对吧？我一直说这个位置它是处于一个中阴段的一个状态，它可上可下。那么我们需要密切观察的就是在日线和1小时上。我们来到1小时，1小时上的话，它的结构还是比较清楚的。这个最高点把它
拽过来，一直观察这个最高点，比其他的高一些，然后，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观察的重点了。那么从这个5773这个上涨点呢，其实它还是可以是一个进入段，然后这里是一个中枢震荡，然后再打一个离开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在日线上5773这个位置其实可以是一个在1小时上可以是一个盘整走势类型没结束，因为针对1小时这个中枢呢，一直没有出现三买或三卖，对吧？它一直是围绕这个1小时的中枢在做中枢震荡。那么中枢震荡的策略我们也说过很多次，就是中枢的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卖一卖减减仓；力度在这个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加一点，就是一个往上走衰竭了减一减卖一卖，往下来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一加，就是一个加减仓的一个动作。至于你能不能够100%的抓到这个拐点，对吧？你能不能抓到6120.91这个位置呢？这个其实区别并不大。你卖在了6120.91也好，还是卖在了6100也好，还是卖在了6060也好，都比你卖在5923强。我们说的是先保证你的节奏是对的，然后再去把你的精度提高上来，对吧？你这个位置该卖的时候，应该想的是在中枢上方的时候，应该想的是不是衰竭了，是不是应该卖了，或者说甚至是是不是要做空了，而不是说哎呦看着涨了我就往里追，对吧？到了下方的时候一样的呀，看看是不是力度开始衰竭了，我是不是应该补一点了，而不是说去杀跌去割肉，对不对？所以说在中枢震荡的时候，你如果说是追涨杀跌的话，就很容易被两边打脸，对吧？追涨杀跌在中枢震荡的时候是最要命的。你这个位置去追涨，立马一个嘴巴子，然后它下来了；你这个位置去割肉，它立马又上来了，对吧？中枢震荡的时候，切记追涨杀跌，是最忌讳追涨杀跌的位置就是中枢震荡。你如果说是在单边段的话还好，为什么说单边段？我们拿这个为举例子。单边段你去追涨杀跌的话，还反而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单边段。那么你发现到了这个位置，哎，一个大阳线，直接这个把下面，如果说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1小时的嘛，那么这个位置其实在15分钟上或在5分钟上是一个有中枢的。发现哎，第二天它一个跳空高开，哎，你去追涨，你追进去了，反而没事儿，因为它是一个单边段，看到没有？它在小周期的话是有这个级别的，有周期的，那么它是一个单边上来，你在这个位置去追涨反而没事儿。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大的周期震荡的时候，你去追涨杀跌，那就反而就很容易去被两边打脸。所以说单边段，你如果说能够发现，尤其是刚刚生长出来的单边段，而不是说在这个位置，就是尾段了，到这儿了，你去追涨，都涨这么多了，我才往里追，那你早干嘛去来的，对不对？前面这些位置都可以追，那你反而追到了最高点，那这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呀，还是更多的是这个周期这个级别，你看的这个周期，一小时这个周期，你不能够单单停留在1小时周期，你要把它降低周期，对吧？然后如果说你要做1小时周期没有问题啊，但是你要看1小时它的次级别，15分钟上5分钟这个生长，哎，突然一个跳开了，那么意味着在它的小周期是这样的一个，啪一个上来，意味着这个离开段这段是离开段你追在离开段里面了。对吧？那么呢，5分钟那个离开段，然后在下面又生成了小中枢，它还可以继续往上生长。所以说呀，追涨杀跌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在什么位置，在什么级别，这都需要你自己去搞清楚。好的，这是针对指数我们简单说一下，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我们平时经常分析的这些。先看一下这个 VIX，VIX 的话也是现在这个还是趴在这个中枢。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日线中枢里面，那么现在它只要趴在这个位置的话，对我们指数那边的话都是一个好的一个情况，说明这些大的机构也没有去买这个期权做对冲嘛，对吧？因为他们如果说觉得市场还可以继续向上生长的话，或者说还可以继续向上涨的话，他们就不会去做对冲，也就意味着这个 VIX 不会出现这种大的像之前那种，对吧？所以说就关注或者平时看一眼这个 VIX 处于什么状态。它现在你看它这个 MACD 开始有点张口，开始偏大的张口，
如果说能够继续往下，它继续往下跌的话，意味着可以把这个12.7打掉。那么12.7打掉之后再看它，如果说打掉这个位置，那么意味着这个中枢又变得特别大了，这就变成进入段了，这又变成离开段了。我们就比较的是这个 MACD 和前面这个 MACD，因为前面这个 MACD 特别大，发现没有？就是这个柱子的面积，这个前面的柱子面积非常大。那么后面的话，如果说这个柱子面积没有前面那么大的话，就会出现背驰，意味着这是进入段跟离开段，离开段有背驰了，意味着这个股市那面有可能要下跌了。所以说它在跌破12.7之后，这里如果说能跌破12.7的话，我们需要相对的要谨慎一点。在那个之前的话，可以这个不用害怕继续有股市向上涨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比特币，也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对吧？一直是在这个下面这个4.9万，4.9万这个中枢，然后上面这里第二个中枢，一直在这个中枢在做中枢震荡，现在基本上就横在这里，等待这个特朗普那边或者说他儿子也好，或者他们好像搞了一个什么跟比特币虚拟币相关的公司，看看有没有更多的东西出来吧。现在更多的是一个政策市，比特币现在更多的是一个政策市。那么上去了，那么我们要注意，这里是一个1、2、3、4、5、6、7，这是第7段。上去如果第8段不能够震出9段的话，如果说震出9段来，这样的话就变成进入段，可以继续往上走。如果说只是第8段上去的话，那如果说回来给一个300，它可以结束了，就这段的可以直接结束这段上涨，意味着其实现在的这个价格呀，已经兑现了特朗普的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些政策，就是 price in 了，现在已经 price in 了。所以说，不要觉得，哎呦，可能出来新的消息之后，他要去，现在是10万，可能去20万、50万，有可能你高兴的时候，可能人就直接就结束，可能往回走了，晓得吧？所以说，就看后期它的一个变化。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的话也是周五继续出现一个小幅的2.63%的一个上涨，那么也是万众瞩目的就是2月26号周三盘后的这个财报，它每次的财报都比较晚，跟其他大的科技公司相比的话，它现在因为它的重要性提高上来了，所以说现在市场其实就在等待最后这个整个拼图的最后一块，相当于，那么。它现在结构呢？我们之前在昨天我简单说过，其实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周线上这里从这个10.81这个起涨点，为什么从10.81分析呢？因为10.81在月线上是一个大的拐折点。我们看一下月线，看到没有？月线这里是一个大的拐折点，是从10.81上来的。它这个价格是通过复权之后的，对吧？如果说你不复权的话，可能是几百块钱的那个价格。复权之后是10.81，所以10.81是这一波的一个起涨点。那么从10.81这个起涨点的话，这是一个1、2、3段，然后一个4、5，一个5浪，5浪之后回来开始做中枢。那么现在呢，它是有几种方式，就是构成中枢了，我可以继续向上生长，走离开，对吧？那么可以在上面再做出来第二个大中枢，然后再一个离开段，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没有问题，这是其中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就是153的下跌没结束，现在这个位置啊。看一下裸 K， 已经有底分型了，但是呢，我可以这个没结束，继续向下延续的，可以把这个底分型打掉，然后继续向下延续，甚至是打掉90.69，踩一下这个，这是120周均线，这个均线可以慢慢生长上来，对吧？甚至可以到80去，这也没有问题啊。所以说，如果说因为这个财报或者说其他的原因造成了它把这个低点打掉。113.01这个位置打掉的话，那你就知道了，是向下的生长没有结束，因为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东西，只要这个新的这笔没生成的话，你就不能否认它这里还可以继续向下生长。那么在日线上，这就是我们之前画的图，比较复杂，它这个是我从这里断开的话，就是用的非同级别分解，非同级别分解你就是用大周期的这种画线。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分析起来是相对简单的。用非同级别分解，因为用非同级别分解的时候，它的中枢是不进行扩展的，或者说也不进行扩张，那么就分析起来就容易一点。那么从这个153这个起跌点的话，现在
我们简单说一下它的结构，这是进入段，然后一次反弹，它可以是2次反弹，那么可能可以磨到这个财报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可以顶到这个，这里有一个趋势线，这里有一个趋势线，就是2个高点的连线，可以得到这么一个位置，看看它是不是要在财报前，磨到这里，对吧？然后等待这个财报出来之后，看市场怎么选。因为这个英伟达财报啊，市场往往预期值都非常高，预期值都非常高。那么它如果说想，比预期更好的话，那需要它的财报数字要非常非常完美，然后对一个后期的展望也要非常非常乐观，才有可能出现一个上涨，对吧？你如果说不能够达到这些条件的话，你即使是数字非常好，但是你对后期的展望非常悲观，那也可能出现一个大跌。所以说，对英伟达的话，市场相对是比较苛刻的。那么至于它出财报之前，你要不要减仓，或者说你要不要做一下对冲，那就看你个人的一个风险喜好了。还有就是你看你的成本，如果说你的成本非常低，在50或者说在90的话，那么它即使来一个10%的大跌，对你来说你是不亏钱的呀。最终还是要看你的一个成本价，或者你的持仓的一个量。所以说，财报之前我们可以会继续跟踪它。那么至于自己怎么选的话，那就是每个人的一个功课了，对吧？再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的话也是，我们现在分析重点也是在这个182以及488两个位置都要看。一是182上涨没结束，对吧？那么就是，呃，现在整体的话是从488看，就182不看了。为什么182不看了呢？因为488这里已经回撤，四八八这个下跌呀，在周线上已经够笔了，所以说也是一样，我们用的非同级别分解，就看这一笔在我们的日线上有没有结束，因为在日线上它是3段，日线上是3段，所以说现在这个第3段有希望结束，这个第4笔的或第4浪的反弹在进行中，但是现在还没完事儿，现在第4笔的反弹还没有生成，你就不能说第3段结束，跟我们刚才分享禅师那篇文章一样，对吧？好的，那么就是说，从325这里，如果说生成一笔的话，我们要观察一下能不能够碰到373，碰不到373还要再下来，也就是说488的下跌没结束，1、2、3、4、5，出现5段了，有可能要结束。毕竟它现在 MACD 还是在这个0轴以下的，还是偏空的一个状态。它这个位置啊，需要非常强的，比如说非常强的突破这根趋势线，一个回撤，然后可以走反向。这样的话才有可能把这个 MACD 给拉上来。所以说现在它偏弱嘛，所以说我们要谨慎一点。即使它比如说到了这里碰到了373，那你也要卖一卖，这个位置要减仓，而且要多减一些，因为它可以走一个反向。这里出现了一个中枢走反向，完全可以再次跌破325。跌破325的话，你就要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有没有背驰了，对吧？我们就比较一下进入段跟离开段。如果说进入段如果说这个离开段没有背驰，没有进入背驰段的话，比如说它杀的特别狠，那你就不能买，它完全可以在下面再做出第2个中枢来，然后再打一个低点，以这种方式来结束整个的从488的一个下跌，对吧？走势生长就是这样的，它可以一点点的生长出来，一段一段生长出来，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分段操作，你不能说啊，我等到它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再去交易，那你早就晚了呀。你这些位置都应该减仓啊，减仓，或者说去做空，对吧？反弹的时候呢，有能力也可以做，你就一段一段吃。有做多的那个有做空的能力的话，那你当然可以分段把这些做空的也吃了。你如果说不能够做空的话，那你就只能做多，就只做上涨段，对吧？就一段一段嘛，就看你的取舍。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帕兰提尔。帕兰提尔的话，确实是这个韧劲儿特别强。我们从这个21.74这里分析的话，这是一个1、2、3、4、5、6、7第7段了已经。而且啊，我们之前说过，这个第5和7的空间比较，我们之前是用这个扩展器比较过的，有一个等比例的位置是在112.15。那么现在已经突破了112的15，
已经有超过3根 K 线在112.15之上，那么就是有效站上了112.15，那就没背驰，这段没背驰，它可以继续往上走，对吧？甚至可以到1.618，可以去142去，没有人知道能够到哪里。但是这个位置你往里追吗？对吧？你要往里追吗？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空间，从现在的价格到这个1.618的话，19%、20%吧。那么往下来，如果说要去这个下面这个84.79的话，28%，对吧？你可以是以一个20%的空间去对赌它一个28%的一个下跌，就是这种你，因为你不知道它能够到哪里嘛，就是这么计划，看对你来说划不划算，对不对？对你来说是合理的、划算的，你就可以去赌，你就可以去追。任何的交易其实说白了，你只要能够控制量，你只要能控制进出的这个仓位的话，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即使是追在了120.67，但是你敢于止损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刚才那个好像有一点变动。对，所以说你如果说不能够止损又想追，那你就那什么了呀，对不对？所以说，任何位置你只要做好了自己的防护的话，都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我们继续看，我们刚才是先说了这个，然后又说了这个 VIX，然后说了比特币，然后说了英伟达、特斯拉，然后说了这个 Palantir，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QQQ，然后和那个罗素，现在看一下 QQ，QQ 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马上要打一个高点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周线结构。周线上的话，这是个从254这个起涨点啊，这是有2个中枢，但是我这里需要强调一下，我这个画中枢的时候，这个我们看一下裸 K 这一笔，就第一个中枢的这个回撤这一笔啊，我用的是递归的一笔，我这里就要强调一下，这一笔是递归的出来的一笔。如果说你用严格定义的话，它是不够笔的。那么如果说你用严格定义的方法，这里就没有中枢了，这里就没有中枢了，它就是一个1、2、3，直接到这里了，就变成了一个中枢。所以说，就看你个人的一个选择是用递归也能当笔用，还是说严格定义当笔用，还是说是用禅师的新笔和老笔的这种方法，就是你的选择嘛。说了半天就是你觉得哪种方式适合你，你就一直延续的保持一贯性，保持这个一致性。你一直用一种方法，就用一种方法。这是我在我这里分析的话，就用当成那个一笔回撤用。这样的话就是我就不会去往里追了，晓得吧？我这种方法的好处就是，我在这里 A 已经相对偏高了，我就不会往里追，因为它已经有2个中枢的一个趋势上了，它完全可以再打一个高点就直接结束这段上涨。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把这里不当成一笔回撤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1、2、3、4、5这个5浪作为进入段，然后一个回撤做中轴枢，它在这里还可以再构成第2个中枢，然后再打一个高点，对吧？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趋势上，这就是第1个中枢，这是第2个中枢了，所以有这些变化。当然了，你说它在这里再生长出来一个中枢，成为在我这里的第3个中枢，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了。虽然说2中枢之后就结束的概率非常大，不是说不可以有第3个中枢，晓得吧？所以说两中枢趋势之后结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是没有说一定不能出现第3个中枢，甚至是更多的中枢。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罗素，那么罗素的话就是我们一直说从这个161这个起涨点啊，这是一买的话，这里是有希望出现一个2买，也就是周线的一个大2买。它之前也出过回撤，但是呢，回撤的非常浅，连这个0.382都没有碰到。现在周线也是出现了底分型了，就看这个周线的这个底分型能不能够守得住。如果说2213.79守不住的话，其实就是这段没结束，可以向下继续延伸，看能不能够到203，甚至是到这个200周均线。200周均线和这个120周均线，如果说出现一个交叉的话，那就可能到200了，对不对？它也可以向下去延伸，没结束嘛，
然后看一下日线上，日线上从244跌到213，这是周线上的一笔，然后这些是形成了周线上那个底分型，对吧？那么现在这个出现回落也够笔了，这个有一个潜在的日线二买的一个希望，而且它这个 MACD 也是趴在零轴上，有潜在的要往上爆发的这么一个迹象。所以说当时在位置出现底分型之后，这个位置你如果说一直跟踪这个罗素的话，你是应该近一点的。这样的话，看能不能够生长出新的一笔来。这样以这种3笔的模式构成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周线上的一笔，对吧？那如果说出现这种模式，这个第3笔又比较弱的话，那么有可能要结束了，意味着这是一个周线的那个二脉，就是这是进入段，周线那个进入段，这是周线那个一脉，这个位置就变成周线二脉。那有可能就要在这个日线上，可能是不是要震荡，构成周线上那个大震荡，对吧？或者说这个位置，哎，力度非常强，3、1没被持，那就可以有4和5，然后可以回来构成中枢，然后可以继续往上生长，每一部分都是一段一段的，对吧？那么3，如果说出现不被持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期待它后面可以有4和5了。如果说3很短，1非常长，你说你期待它有4和5，还是说3更有可能回来呀？对不对？所以说，缠论就是一个分段交易方法，就是每一段都是有取舍的，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那么就是根据你的这个交易周期。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了，再见。